嗨，大家好，这裡是大陸每日新聞。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患癌的原配到底有没有权利去销毁丈夫和第三者的这个冷冻胚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朱女士她因为癌症正在休养结果发现她的老公在外面和別人偽造了結婚證並且通過這個偽造的結婚證在醫院裡面培育了冷凍胚胎這個事情朱女士知道了之後呢，就想要去維權但是呢卻遇到了重重的困難。對，這個案子確實是讓很多人都挺感慨的。那我們就趕緊開始今天的討論吧。咱們先來聊第一大塊就是這個案件的回顧，就是這個丈夫背叛了，然後這個原配艱難的維權的這個過程。咱們先來聊一聊，就是這個朱女士到底是怎麼發現她老公和第三者的這個試管嬰兒的這個秘密的。其實就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就是2025年的暑假。朱女士她在整理家裡的時候，發現了她老公竟然在服用男性的備孕藥物。然後那個時候她其實心裡已經有點警覺了，但是因為女兒馬上要高考了，她就沒有聲張。就是這種隱忍真的讓人心疼啊。然後到了11月份的時候，她又看到了她老公手機裡面有上海的醫院發來的關於試管嬰兒復診的短信，她就徹底明白怎麼回事了，就當天晚上就質問她老公，她老公也承認了之後呢，還和那個第三者一起商量怎麼來敷衍她。對，所以就是說這個秘密其實是被一連串的巧合解開的。那就是說朱女士發現了這個秘密之後，她都採取了哪些措施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就是她先是帶着律師去了醫院，要求醫院去銷毀這個胚胎，但是醫院呢以這個沒有辦法確認她的身份拒絕了，然後她又去投訴到了衛健委。那衛健委呢也只是建議她走司法程序。就是說她這一路走來其實挺難的。對，然後她不光是報警了，報警之後這個警方也只是對她老公和那個第三者因為偽造證件進行了一個行政拘留，她又去法院提起了這個民事訴訟和刑事自訴，還申請了這個行為保全，就真的是能做的都做了。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朱女士遇到的最大的法律障礙到底是什麼？其實就是這個冷凍胚胎的這個歸屬權。因為現在的法律是只有這個精子和卵子的提供者才可以處理這個胚胎。所以就算是朱女士她是這個合法的妻子，但是她也沒有辦法單方面的去決定這個胚胎的去留。那就是說醫院在這個裡面到底是承擔一個什麼樣的責任呢？醫院它其實只需要做一個形式上的審查。對，他只要看你這個證件是齊全的，他就給你做這個輔助生殖，他也沒有辦法去聯網核查你這個證件的真偽。所以就算是朱女士她拿出了這個真實的結婚證，也沒有辦法去對抗這個現有的法律和這個醫療的流程。所以就是說這個也是他維權難的一個症結所在。然後我們接下來進入第二部分，我們來聊一聊這個法理的剖析。對，就是想請你聊一聊這個冷凍胚胎在法律上到底是怎麼定性的。冷凍胚胎其實在我們國家的法律裡面是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身份的。對，但是在司法實踐當中呢，一般是把它當做一個特殊的倫理物，就是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財產，但是呢它也還沒有成為一個法律意義上的人。就是說它是一個處於一個中間的過渡的這麼一個地位。沒錯沒錯，就是說它是一個有生命的潛力，但是它又必須要受到一些倫理的規範和公序良俗的約束，然後它不能被隨便的處置，也不能被繼承，對他的這個決定權呢是牢牢的掌握在提供精子和卵子的人手裡，就是只有他們才可以決定這個胚胎怎麼去處理。就是說這個案子當中，這個丈夫和這個第三者還有這個醫院，他們分別應該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呢？丈夫和第三者他們兩個就是不光是用了假的結婚證，然後去欺騙了醫院，他們兩個還要對這個朱女士承擔一個侵權的責任，就是他們要把這個用夫妻共同財產花掉的這個錢還給朱女士，還要對朱女士進行一個精神損害的賠償，而且他們兩個這種行為甚至是有可能構成刑事犯罪的。就是說醫院的責任是不是就相對輕一些？對，醫院的話，他只要是按照規定做了刑事審查，他沒有明顯的過錯，他是不需要承擔這個侵權賠償的。但是如果說他有一些流程上面的瑕疵，比如說他沒有仔細的去核對，那他可能也要承擔一些行政責任，甚至是補充賠償責任。那你覺得法院在面對這種婚外冷凍胚胎的這種糾紛的時候，最棘手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最大的難題我覺得就是在於怎麼去平衡這個原配的這個權益和這個胚胎上面所承載的一些倫理價值。就是你
就算認定了這個輔助生殖的合同是無效的，但是這個胚胎本身它也不是說就可以隨便的去銷毀的，因為它涉及到生命的尊嚴、生命的尊重。所以說原配想要直接去主張銷毀，很難得到支持，是吗？对，就是原配不是這個胚胎的生物學的母親的話，它是沒有辦法獨立的去要求說要銷毀這個胚胎的，但是它可以申請一些行為保全，就是比如說禁止這個胚胎被植入。然後同時呢，他可以在離婚訴訟當中去主張，分割財產和賠償。對，那法院可能更多的就是說會讓這個醫院去永久的封存這個胚胎，就是確保它不會被不當的使用。我們現在進入到第3部分了啊，我們這一次要聊的是這個情理衝突。对，就是大眾的這個正義觀和法律的現實之間的這個較量。對，那你覺得大家在這個原配維權這個案子裡面最樸素的認知是什麼？就是很多人都會把自己帶入到朱女士的這個角色裡面，覺得她又遇到了這樣的背叛，然後又遇到了這樣的不公，那她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受害者，大家就會很自然的希望法律可以幫她討回公道。对，確實就是這個情感共鳴真的是太強烈了。對，大家會覺得她不光是被丈夫傷害了，還被這個制度擋在門外。很多網友都替她感到不平，覺得她應該有權利去決定那個胚胎的命運。這種憤怒其實是大家對於制度的一個回應。你覺得在這個案子裡面，法律和道德最激烈的碰撞表現在什麼地方？我覺得就是很多人會覺得朱女士她是一個受到了背叛，然後又受到了傷害的妻子，她就應該可以憑自己的意願去銷毀這個胚胎。但是法律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是很嚴格的，就是它只允許精子和卵子的提供者來做這個決定。所以就是說，道德上面的這種憤怒沒有辦法直接轉化成法律上面的這個權利。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判決結果有點無情。對，就是大家會覺得法院的這個判決，雖然說很合法，但是他沒有辦法撫慰大家心裡的那股正義感，就會覺得好像法律和這種大眾的樸素的道德觀之間出現了一條很深的溝。現在就是網絡上對於這個原配能不能夠去銷毀這個冷凍胚胎，主要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就有一派人他們是覺得應該支持朱女士，因為她是一個受害者，她的這個情感的利益應該被法律所保護。然後也有一些人是比較擔心，就是說如果法律允許銷毀的話，會不會影響到生命倫理和公共利益？所以他們覺得應該要慎重，但是也不可以說簡單的就去迎合這種情緒。對，這個確實大家就是分歧還挺大的。對，還有就是覺得這個事情應該通過立法來解決，就是讓這個事情變得有法可依。然後也有一些人是覺得應該讓醫院或者是說這個行政機關出來進行一個介入的協調，就是不要讓這個事情完全變成一個情感的博弈，或者是說輿論的一個戰場。對，今天咱們聊了這麼多啊，從這個案件的本身到背後的一些法律的爭議，到最後大家的一些情感的碰撞，其實歸根結底我們就是希望每一個人在遭遇不公的時候都能夠有法可依，然後也希望未來我們的法律和制度能夠更加的完善，能夠真正的守護住公平和正義。好了，感謝大家的收聽，咱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